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射雕英雄传肖战首演侠之大者为国为民，真实给力。射雕英雄传肖战版郭靖的侠义与爱国兼得，还真有点意思。蒙古大军压境，郭靖能否一力挽狂澜？这部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一开场就给足了观众惊喜。导演徐克用快节奏的叙述迅速交代了郭靖的身世和中原五绝的背景。影片一上来就把观众带入襄阳城的紧张气氛中，南宋边关的守卫战即将打响，而郭靖的个人成长和情感纠葛也在紧凑的叙述中展开。蒙古大军压境，郭靖的任务不仅仅是保护家园，还要解决复杂的情感问题。肖战饰演的郭靖忠厚老实，武功高强，他能否在乱世中一力挽狂澜？这部影片给了我们一个答案。黄蓉与华筝的情感纠葛，比武戏码精彩绝伦。庄达菲饰演的黄蓉聪慧机智，张文欣饰演的华筝大胆率真。两位女主角在影片中还有一场屋顶比武的精彩戏码。蒙古弯月刀与打狗棒的对决，不仅展示了两位女角的武艺高强，更是将她们之间的情感纠葛推向了高潮。这场比武戏码不仅精彩绝伦，还增添了影片的观赏性和紧张感。尤其是黄蓉的聪慧与机智，华筝的大胆与率真，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，也为影片增色不少。特效与视觉效果，武打场面堪比大片。徐克导演一向擅长通过影像将特效虚实结合，这部影片也不例外。无论是一灯大师为黄蓉疗伤时经脉穴位的立体化表现，还是降龙18掌的招数设计，都让观众眼前一亮。尤其是在武打场面的特效设计上，影片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。观众不仅可以看到降龙18掌的威力，还能感受到武打场面的震撼力。这样的特效和视觉效果，让这部武侠电影看起来更像是一部大制作的大片。忠义精神的歌颂，郭靖的侠义与爱国。影片中的郭靖不仅是一个武功高强的英雄，更是一个心怀天下、为国为民的侠客。肖战将郭靖的正直、执着和善良演绎得淋漓尽致。他与黄蓉的深情，与其母李萍的亲情，都让观众为之动容。蔡少芬饰演的李萍，将一个隐忍而坚韧的母亲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。李萍独自一人将郭靖养育成人，她的牺牲和坚韧，让人不禁为之动容。而影片中郭靖劝说成吉思汗退兵的情节，也展现了他忧国忧民的胸怀。幽默细节增色，母子情深感人至深。影片中不仅有紧张的武打场面和深沉的情感戏码，还有不少幽默的细节，增添了影片的观赏性。例如，欧阳锋明明输给了郭靖，却死要面子说险胜。郭靖在华筝问他是否因为到中原才明白喜欢的感觉时，特别认真地回答这些细节都让观众忍俊不禁。同时，影片还成功刻画了郭靖与其母李萍之间深沉的母子情谊。李萍的自杀去世，让郭靖悲痛欲绝，这一情节感人至深，让观众为之动容。影片的亮点与不足，特效视觉效果不容错过。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最让人惊喜的地方，莫过于其特效设计和视觉效果。无论是武打场面的设计，还是招式的表现，都让观众眼前一亮。然而，影片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，例如
郭靖劝说成吉思汗退兵的情节稍显理想化，显得有些突兀。庄达菲的黄蓉形象与原著有些偏离，多次被欧阳锋抓获的情节也显得有些拖沓。郭靖与黄蓉最后携手御敌，面对蒙古大军时的苦肉计也显得略为夸张。主题曲响起，勾起观众回忆。影片中83版《射雕英雄传》的主题曲再次响起，让观众勾起了对经典的回忆。这首主题曲不仅让人热血沸腾，还增加了影片的情感共鸣。散场后，不少小孩在哼唱这首主题曲，足见其感染力之强。这部影片不仅有儿女情长、江湖恩怨，更有深厚的家国情怀，让观众在观影过程中感受到了浓浓的爱国情怀。作为春节档唯一的武侠大片《射雕英雄传》，侠之大者虽然有一些瑕疵，但整体而言，仍不失为一部值得一看的好片。影片通过对郭靖这一侠之大者形象的塑造，成功地传递了为国为民的精神，唤起了观众对英雄主义的共鸣。肖战的精彩表现，无疑是影片的一大亮点，而影片中对忠义精神的歌颂，更是为这部电影增添了深度与内涵。这部《射雕英雄传》侠之大者不仅是一部武侠电影，更是一部充满家国情怀的英雄史诗。它通过郭靖这个角色，传递了忠诚、勇敢和爱国的精神，让观众在欣赏精彩武打场面的同时，也感受到了深沉的情感共鸣。影片的特效设计和视觉效果更是为其增色不少，让观众在观影过程中大饱眼福。总之，《射雕英雄传》侠之大者是一部值得一看的影片，不论是喜欢武侠电影的观众，还是对爱国主义题材感兴趣的观众，都能在这部影片中找到自己的共鸣。肖战的精彩表现，黄蓉与华筝的情感纠葛，郭靖与其母李萍的深沉亲情，这一切都让这部影片充满了看点。希望未来能有更多这样的影片，既有精彩的武打场面，又能传递深刻的情感和精神，让观众在观影过程中既能感受到视觉的震撼，又能体验到心灵的共鸣。